昨天我又刷手机，刷到早上1、2点，我沉迷短视频了，我是不是废了？可是就算我不刷短视频的话，我也会沉迷别的东西吧？是吗？人类在吃饱喝足了之后，最大的困扰就是无聊，不是刷视频就是打麻将，不是去逛发廊，就是揍自己家的孩子。你不能指望一个人没有事干的时候呢，还会正襟危坐、品茶看书、冥想修行吧？不可能的，不可能每个人都故作风雅。你说短视频会让人焦虑，对，确实。但你说吧，什么东西不让人焦虑？在我小的时候，我发现个现象，不是你让左邻右舍焦虑，就是左邻右舍让你焦虑。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和没有网络，大家都住在一个弄堂里，左邻右舍的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。我舅舅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，90年代上海凤凰牌，你可以理解为90年代的自行车里的保时捷。我舅舅呢有意思了，车买回来他不骑，他就专门把它放在门口，别人走进走出的那个地方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大规模的拆迁，都是小弄堂，所以你进进出出弄堂都必须经过这辆车，所有人出门回家都得看一眼。那这辆车就放在那里天天亮着，你说气不气人吧？那邻居家呢肯定是羡慕嫉妒恨死了吧？这不是在故意制造焦虑吗？挺有意思的吧？所以刷短视频看到别人过好日子，就算是摆拍也没什么，和过去是一样的。焦虑是永恒的话题，焦虑也不是手机带来的，也不是短视频制造的，是当我们看到别人过好日子的时候呢，自己想跟上别人，但无从下手，手足无措，那就会焦虑了，正常的呀。不是短视频和手机制造了焦虑，是人本来就会焦虑。再说了，很多人说短视频浪费时间，我倒觉得这反而是省时间。你一旦刷上了短视频，就没有空出去瞎搞搞了。比如我认识一个大哥，他叫老陈，80年代的时候呢，他带了200万人民币出国创业，那可是80年代呀，200万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1、2个亿了吧？然后呢，全部输在了外国的赌场。如果他当时有短视频可以刷刷，女主播可以刷刷，再怎么刷也不可能刷到倾家荡产吧？我相信他应该就不会沉迷上赌博了。没有办法，实在太闲了。那我们小时候没有事干会干什么呢？比如我吧，我们去街上打架，放学后等女同学下课，问他们要电话号码。周末闲着没事，去拿刀捅别人的汽车轮胎。当时没有短视频啊，不然拍下来肯定会火。所以短视频的确霸占了很多人的时间，但它霸占的是你那一段最空虚、最无聊、最容易惹事的时间。当然也有人说了，评论区这个戾气重，全在带节奏，制造社会对立和矛盾，污染了这个社会风气。但我觉得评论区才是现代人的精神小广场。以前你想要表达个什么观点吧，对吧？必须要写论文、办报纸才行。你看看那些民国的文人打架，那时候抬杠的成本比较高，要登报纸，要自己出版小作文，然后他们也特别爱抬杠。比如 A 今天写了一篇关于立法保护小动物，然后 B 会写一个反立法保护小动物，然后 A 再写一个反立法保护小动物，这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。所以最爱抬杠、最爱带节奏的，恰恰就是那些文人墨客。而现在他们的声音呢，被广大群众给淹没了，没有之前影响力那么大了而已。所以互联网从文本到长视频到短视频，人们不再是单方面的吃瓜了，而是能参与进来讨论。人呢得说话，打字评论嘛也是说话。我反而觉得评论区真的是伟大的发明，让每一个人都有地方发表观点和发泄情绪。那还有人说了，刷短视频让人注意力涣散，读不进去书。我不认可，我觉得是我们对无聊的事情嗤之以鼻了，是你写的那些无聊的东西，让人看不懂的东西，你再也逼不了我们去看了。我们用点赞、评论和观看量来给最真实的反馈，我们对那些假正经、废话连篇的东西提不起兴趣了。我现在的确不愿意看书了，又怎么样呢？以前的人写书吧，没有竞争，能灌多少水就是多少水，用词都是浮夸连篇，怎么难懂怎么写，他就生怕你看懂。而短视频时代，你越说人话，你流量越好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大道理不需要用晦涩难懂的词汇和废话连篇的铺垫，大道理可以几句话就能说明白，可以用10岁小朋友都能理解的语言去说明白。那以前我们不看你写的书的话，没有别的可以选了，没有办法而已。现在你写个视频标题，如何克服焦虑，结果前面讲的10分钟都是我是谁谁谁，然后有天喝茶和谁谁谁聊到了这个话题，然后视频进度1/3已经过去了，还没有讲到重
重点，拜托，5分钟能讲明白的事情，你非要讲1个小时，所以短视频给了他们降维打击。还有人说，短视频的量大是因为是人就能拍，而是人就能拍呢，搞得乌烟瘴气的。这些乌烟瘴气的东西呢，带偏了价值观，教人浮夸，教人贪婪拜金，把人变得更现实。但你想清楚啊，短视频不是制造了现实，它只是一面镜子。现实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自由市场，谁讲的东西最有用，谁拍的东西最抓人眼球，谁就能留下，其他的呢自然淘汰。这不就是最公平的一种方式吗？短视频反而让老百姓第一次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三观，你看谁不爽，那不看就完了，你信谁有道理就点赞转发，不像古代那种上面说考八股文就考八股文，汉武帝说啊今天开始独尊儒术，那你屁都不敢放。现在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性的吸收价值观，这边吸收一点点，那边吸收一点点，然后慢慢的把这些价值观融合在了一起，最终塑造成了属于自己的三观。当一个人建立起了自己的三观，就能更好的在人生的路上走下去。所以发短视频的那些人呢，他们都是在造功德，就算炫富了，败坏品德了，那些妖魔鬼怪，那也能给别人当负面教材嘛，所以也是有贡献的。如果这个人真的会被带坏带偏，那也别把锅甩给短视频，因为这个人无论如何也会变坏。然后有人说短视频的信息量太碎片化，我呢觉得碎片化才是好事。就像我之前说的，别人拍的这个视频，别人拍的那个视频，我从这里吸收一点，我从那里吸收一点，最终形成了我自己的三观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为什么不能从一个人那里全盘吸收进来？比如孔子，碎片化，我们喜欢碎片化的信息，说明什么？归根究底，说明碎片化的信息最真实，品质最优。你试想一下啊，古代的时候，你拜师之后，比如你拜孔子，什么都得问你师傅，觉得师傅就是万能的。比如这个肉怎么切，你得问孔子；这面见君王，这屁股下面得有几个垫子才符合礼教，你得问孔子。这逃荡的时候，你不管这肉切的正不正了，也不管垫子高不高了，那怎么求生，怎么求义，怎么去讨饭，也得问孔子。那你可能怎么娶老婆，怎么和老婆行周公之礼，老婆来了大姨妈，怎么去哄，你可能也得问孔子。以前我们只听圣人言，圣人言就是权威，你该吃什么，你该做什么，你的言行举止，反正都是听圣人的，他说什么是什么。可是他也是人呢，他不可能也懂做饭吧，他不可能也懂怎么用 AI 去生成一张不穿衣服的杨幂吧。而刷视频的时候呢，挑大粪的博主，他专精挑大粪，他知道关于挑大粪的知识肯定比孔子多。那杀猪了解猪与孔子了解人不相上下。碎片化信息说明我们不再从单一渠道获取所有的信息，而是从各方各面个人来获取更真实更精粹的信息。所以现在刷短视频的人懂得都非常多，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比古人懂得大道理多得多。好了，总结，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，就像垃圾食品，好吃的同时不太健康，就像漂亮女人，赏心悦目但吃多了有毒，一样的道理。短视频让人沉溺，但同时短视频的好处和优点亦不可否认。而在我看来，短视频出现的优点远大于缺点，就像谈恋爱一样，只要对方的优点多于缺点，在一起的时候快乐大于痛苦，就是最正确的选择。所以短视频是好东西，短视频是最优解。不刷短视频的话，你也会沉迷于别的东西，比如打麻将，说不定更有害。刷短视频只是一种宣泄的出口，短视频不是毒药，它是一种现代化的灵魂避风港。